我叫凯拉，蓝色母，那个被调包的真千金。被格林家找到的第3天，那个我本应称为父亲的男人，阿利斯泰尔，扔下了一颗炸弹，格林家族产业破产了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的视野突然被闪烁、滚动的文字填满，就像我生活的恐怖网络实时评论弹幕。女主马上就要被这家人耍得团团转了，可怜啊！格林家偏爱假千金，就假装破产，逼女主当牛做马。凯拉真是蠢，累死累活挣钱，结果发现被耍了。她老公甚至和假千金连孩子都有了。她最后死了，从高楼掉下去。标准的虐文结局。说真的，她活该。要不是她那么渴望亲情，也不会被他们骗得那么惨，落得个凄惨下场，而假千金却过得美满幸福。我看着一行行文字飘过，然后转头看向站在我对面的男人，阿利斯泰尔，格林先生。既然格林家破产了，我说，声音冷静的可怕，我想我也该走了。弹幕已经告诉了我一切，他们根本没破产，这是个圈套。他们想玩把戏，那就自己玩去吧，别算上我。我的话让在场的3个人都僵住了。阿利斯泰尔和塞莱斯特那个本该是我母亲的女人一脸惊恐，就连派珀、格林那个享受了我本该有的人生的假女儿也死死瞪着我。凯拉，蓝色母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厉声说，你的家人有难，你就要走？你怎么有脸面对爸妈？我竟然笑了。这么多年，是他享受了这个家的优渥生活，用我的身份吃牛排鱼子酱，而我才是那个受苦、挣扎、一无所有的人。我从格林家那里没得到过半点好处，而他居然问我怎么有脸面对他们。女主真惨，他们带她回来只是因为她和塞莱斯特长得太像，被外人认出来了。带回家也根本没好好对她。假装破产就是想让他当苦力，让他不停地给他们解决问题，直到累垮。真相大白后，他们居然还把他从阳台上推下去摔死了。他们还有脸问他忠不忠于这个家？恶心！屏幕闪烁，那被预测的残酷命运让我心底一寒。死亡、坠楼，多么可怕的结局！既然知道了剧本，我别无选择，必须改变结局。我直视着派珀，享受格林家身份地位的人是你，在世人眼里，你才是格林千金。这跟我这个孤儿院长大的女孩有什么关系？我的反问让3人再次陷入沉默。凯拉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塞莱斯特冲上前抓住我的手，眼里闪着泪光。我知道你怨恨派珀占了你的位置，但那不是他的错。他更用力地攥紧我的手，压低声音，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。过去的事我们无法改变，我们知道你受苦了，但爸妈还是爱你的。你怎么能在家里刚遇到困难时就抛弃格林家呢？我看着塞莱斯特那张写满泪水和诚恳的完美面具，内心只觉得冰冷。弹幕早就告诉我了，格林夫妇早就知道调包的真相，也调查过一切。但他们养了派珀这么多年，视她为真正的女儿。把我接回来，不过是一场精心的算计，想让我成为他们的廉价劳动力，家庭的奴隶。看着他们3个上演这出可悲的戏码，我的心冷如坚石。凯拉，蓝色母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们还是你的父母。阿利斯泰尔宣布，声音强硬，试图用他的权威压人。我没有争辩，只是笑了笑，一个淡薄而无意义的笑。格林先生，您的女儿是派珀，格林。我不是。既然格林帝国垮了，我也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。我转身，准备走出大门。他们想骗我，我可不打算留在这里当冤大头。凯拉，蓝色母，我早就知道你是个拜金女。你回来就是为了钱？派珀指着我喊道。你还有没有一点亲情观念？我面对着他。享受这个家优渥生活的人是你。我没从格林家拿过1分钱，没得到过半点好处。我凭什么要为你们牺牲自己？我的话再次让他们3人哑口无言。凯拉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塞莱斯特哭喊着，拽着我的胳膊。
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你，现在你回来了，就该帮帮家里啊。我看着塞莱斯特也无语了，这种理所当然的索取感真让人眩晕。见我明确拒绝，阿丽斯泰尔的脸色阴沉下来，怒火毫不掩饰。他用毫不掩饰的轻蔑眼神盯着我。凯拉，蓝瑟姆，我们早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。他唾骂道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格林家没破产，我们只是在试探你。我真没想到，听到这个消息你竟是这种反应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显然在等我崩溃，等我祈求原谅，祈求回到这个家。我完全不为所动。既然格林家没破产，我就更没有留下的理由了。格林先生，我这就告辞。知道了他们真实的意图，也就无需客套了。当我转身离开时，阿丽斯泰尔嗤笑一声，脸上是冰冷的愤怒。凯拉，蓝瑟姆，你记着，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我女儿，以后也别想打着格林家的旗号。放心，格林先生，我短暂地回过头，迎上他的目光。我保证，这辈子绝不会声称和您有任何关系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我已经对格林家不抱任何希望，没有什么值得挽救了。身后，派珀已经在安慰他们了。妈妈，爸爸，别担心，凯拉不认你们，我认。我永远是你们真正的女儿。哦，派珀，你才是妈妈最爱的孩子。塞莱斯特啜泣着，把派珀搂进怀里。而阿丽斯泰尔则还在看着我收拾最后那点可怜的行李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毒蛇？我没理他，他们没一个好东西。弹幕仍在滚动，哈哈，剧本变了，我就说女主该这样，格林家活该。就是，凯拉多好啊，不像派珀那个败家精，到处投资赔钱。凯拉死后，派珀居然把老两口赶出家门，他们最后冻死在桥洞下了。看着疯狂滚动的评论，我意识到格林家正在走向一个自我毁灭的悲惨结局。那就这样吧，让他们自己折腾自己的人生。离开格林家后，起初我还担心生计，但那直播弹幕不断给出建议，简直就是一份成功蓝图。他们详细说明了如何赚钱。几个月内，我照着弹幕的提示就积累了一笔可观的资本。剧情彻底跑偏了，女主不仅截胡了格林家的资源，还混得风生水起。你们没发现吗？我们说什么她就做什么，这才是我要看的剧情。只要凯拉不爬回格林家，这直播我追定了。一天，我在新办公室加班到很晚，弹幕突然又活跃起来。男主出现了。我停下动作，挑了挑眉。男主？谁？小心，这是个极品渣男。表面和凯拉在一起，暗地里和贾千金厮混，都怀上他的孩子了，居然还打算娶凯拉。这种垃圾男可别祸害我们女主啊！虐文列车要启动了吗？弹幕飞过时，我的手机响了。看到屏幕上的名字，我立刻明白了他们说的男主是谁。诺亚。布莱克伍德，我的初恋。我们是高中时的恋人，曾许诺彼此未来。但毕业后，诺亚出国留学，我们彻底断了联系。我没想到他现在会联系我。凯拉，蓝瑟姆，我回来了，我必须见你。我瞥了一眼弹幕，女主不知道贾千金知道诺亚是凯拉的理想初恋，是他的白月光，还特意在国外制造偶遇。诺亚和贾千金早就打得火热，他正帮着贾千金算计凯拉呢。贾千金肚子里已经有诺亚的种了，信息瞬间串联起来。我明白了，诺亚，布莱克伍德。我假装好奇地问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高中时最后那点幻想瞬间消失，我绝不打算和他有牵扯。凯拉，蓝瑟姆，我是专门为你回来的。他的声音带着故作的诚恳。来机场接我，好吗？我摇头。不了，诺亚，我有工作要忙，没空见你。没等他再说什么，我挂断了电话。我现在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哈哈，女主不按剧本走了，这就对了。谁说那男的是男主了？
我们不要那种虐恋。屏幕嗡嗡作响，我继续工作。但诺亚很执着。凯拉，蓝色母，我好想你。我知道当初离开是我不对，但我必须见你一面。他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。行，那就见一面。我想了想，我需要看看他们到底在打什么算盘。我和诺亚在市中心一家小餐馆见了面，他已经坐在那里了。看到我，他站起来，径直朝我走来。他看起来和记忆中一模一样，阳光、英俊、迷人。如果不是知道了真相，单凭这副外表，我可能还会心动。此刻的弹幕全是怒骂诺亚各种缺点的评论。我在他对面坐下。你想见我？凯拉，蓝色母，我想你了。诺亚深情地凝视着我。我回来就是因为我忘不了你。女主别信他，这渣男见你之前刚和假千金厮混过。我笑了，一个带着真正好笑意味的笑容。诺亚，我们早就没什么关系了。如果就为说这个，那我走了。凯拉，蓝色母，你不再爱我了吗？他隔着桌子急切地抓住我的手腕。你答应过会永远爱我的。我走的时候，你说会等我，不管多久。我立刻把手抽回来。诺亚，你和派珀的事，你清楚我知道多少吧？他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显然没料到我知道他和派珀的关系。他看上去完全慌了神。凯拉，蓝色母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和派珀之间什么都没有。他慌乱地辩解着。我懒得听他撒谎，起身离开。刚走出餐厅，我就看到派珀、格林等在门口附近。他冷冷地、愤怒地瞪着我。凯拉，蓝色母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爸妈要见你。我径直从他身边走过，根本没理会这命令。我知道他们不会放弃，尤其是在看到我这几个月迅速成功地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之后。他们想让我回去为格林家卖命，但我永远不会回去。而且，阿利斯泰尔和塞莱斯特完全不知道，由于派珀的经营不善，格林公司正摇摇欲坠，濒临财务崩溃，只需最后一击。但这不关我的事。看着我离开，派珀的脸因愤怒而扭曲。他突然冲上前，抓住我的胳膊。凯拉，蓝色母，你这个背信弃义的毒蛇！他们是你的亲生父母。你错了，我冷冷地、轻蔑地看了他一眼。他们才是你的亲生父母。他们跟我没关系。别再找我了。说完，我抽回手臂，转身要走。凯拉，蓝色母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妈妈都为你哭成泪人了。她绝望地恳求。就在这时，诺亚、布莱克伍德从餐厅里冲了出来，加入了战局。凯拉，蓝色母，你怎么能拒绝自己的亲生父母？他质问道，试图挡住我的去路。凯拉，你得听我的，回家去。我瞥了他们俩一眼，一言不发，继续往前走。还没回到办公室，我的助理就匆匆跑了进来。老板，有人在网上抹黑你。我打开网页，正在播放一段视频，阿利斯泰尔和塞莱斯特坐在镜头前，声泪俱下地控诉我这个亲生女儿遗弃他们。我看着他们可悲的表演，竟然笑了。阿利斯泰尔和塞莱斯特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他们生活多么艰难，而我这个亲生女儿却不肯相认。弹幕铺天盖地，全是在谴责我是个不孝女。